当年只要这个团体出片，五月天的唱片就会被压着打。当年只要上他们的节目，五月天玩游戏就一定会输。事隔多年，在网络上，他们被奉为台湾像神一样的团体，还拥有一般人怎么写都写不出来的神曲，这叫五月天怎么受得了呢？让我欢迎台湾天团、亚洲天团、宇宙天团，556。无所谓好的是非，放开双手，任由你想象到嘴边的余味，任由感觉盲目的到处无所谓。Hello，各位观众，欢迎收看《和往事干杯》，请你跟我们一起聊聊这些人那些事。我是陈慈。Hello， 我是简小豪。嗨，这个礼拜呢很可怜，我们没有赞助，但是小豪还是一样来蹭。我就是赞助啊，真的很感谢你。对，我就是大赞助。我跟你说，你今天穿的这一身衣服，完全对得起你今天要聊的话题吗？对，这叫什么呢？56不能亡。好险！我本来想另外一个数字8+9。些什么？我的天地竟然就是我。时间差1分1秒，不断考验着磨着我，擦掉那汗水，准备突破重围。聚合我所有勇气，冲破极限，超越自我，传说就要再次出现。56千万不能亡！开什么玩笑？亚洲天团、本土天团、世界天团呢？他能够从台湾到现在屹立不摇，我真的觉得蛮厉害，绝了，是不是？打从心底佩服。你知道吗？其实上一次我看五月天演唱会的时候，那一次刚好是他们请了56， 2大天团首度碰面，对不对？但是殊不知五月天还是有一点被甘拜下风的。为什么？什么意思？你知道，因为那时候阿信就是站在舞台上欢迎56出来的时候，全场是大欢呼。大家好，我们是556。你要跟我们一起说啊！刚刚没有听到你的声音。对，好，对不起，对，好，来再一次哦，预备，大家好，我们是556。为什么这是我们演唱会？感觉你们一来就还是在上你们节目的感觉。你看56其实真的是当时天哪，他是4、5、6、7年级生的共同回忆吧。但我必须要先坦诚一件事情。怎么样？好好说话，我跟你说，好好说话。第一个，我实在不了解团名为什么叫556，团员你不觉得就有一点点很奇怪吗？因为你看孙协志他其实是台语歌手出道的，对不对？然后王仁甫是已经解散的男子团，对，男子团体解散的，对。然后再来这个王少伟，王少伟。然后许梦哲又是一个14岁的小男生，然后最后一个是小刀，对。那这5个人到底能干嘛？其实坦白说，当时在开记者会的时候，不知道他们葫芦里要卖什么药，真的看不出来卖什么。但后来，因为我跟你讲，那时候我的确有这样的想法，因为团名叫做5566，然后里面有孙协志，所以我以为他们会像是什么台语歌手、台语团体，就像什么南台湾小姑娘类似，他们属于男版的。对，我以为他们的出发点会是这样，结果完全颠覆你的想象，完全颠覆。但其实这个跟他们的组成，我觉得有点关系，因为那个时候他们是孙德荣嘛，孙总，对，孙总他们当时就是把几个在不同领域的男生都把他们集合起来，说要是以那种日本的 SMAP 为范本，然后要把他们组装起来。那希望呢，他们又可以演戏，又可以唱歌，又可以综艺，然后就是6个男生有6个不同的
专场，对，然后就变成566，殊不知其中有一个在还没有发片之前就已经掰了。哦，我还以为是孙总特别喜欢数字，因为他旗下有一个什么7朵花，对，那7朵花567，对啊，就是566。然后之前还4大天王，4、5、6、7。这是一系列的孙总的孩子。我想说孙总是有什么数字迷思，真的喜欢用这一方面这样。代表这5个人要在演艺圈的6大方面，方方面面都要非常的顺利，就对。没有错。而且你知道吗？因为那时候566在突然崛起的时候，它真的是完全这个词不好听，但坦白说，真的是叫做打其他的团体。但我不得不说，在他们正式成立这个团体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周围的人其实都会有一些不看好，他们那时候同期的基本上大家会看 F4。哦，对，因为那时候《流星花园》已经带动起所谓的偶像剧的风潮。对，那你看你5566，如果我们讲实在话好了，就所谓的不管是说身高，或者是这个颜值部分，我刚刚讲有但我不敢讲。我们要很老实的讲，你说的是说的，对，那时候我们讨论就是这样子，在颜值的部分来讲的话，会感觉多数人会比较倾向于 F4。但到底为什么5566可以整个把 F4有点算压着打？我觉得是压着打，算是对 F4来讲是一个很强敌耶。有一说是因为他们都是戏剧跟歌曲是一条龙，他们就是等于是说5566，然后我去拍这个偶像剧，然后我是偶像剧的主角，那你自然就会红嘛。红了之后呢，偶像剧里面的主题曲或者是片尾曲或者是插曲，通通都是56的歌。那可以。尤其当时有一个电视剧叫做《MVP 情人》，开什么玩笑？当时那部剧有没有看 ？MVP 情人在播的时候就带动你们打篮球的风气。有，真的有。你不知道我会打篮球吗？我还真的不知道。我是篮球女神。真的假的？真的所以你看这部片应该很有感觉。有感觉。而且那个时候很多国高中生都特别爱打篮球，所以在那一个时期，只要是国高中生都会喜欢看这部偶像剧。他们要办签唱会，那时候还没有高铁，你知道他们怎么去？怎么跑？只能就搭车啊。搭什么车啦？人家搭直升机啊！真的假的啦？过去大家知道的盛况嘛，在台湾一天北中南签唱会搭直升机，这是没有人办得到的记录。确实是北中南，因为原因很简单，当时也没高铁，没有什么因为我们时间真的凑不起来，所以只能一天完成。那新加坡更不用多说了，现在记录我想应该也没有人破过。我们曾经有一场在商场的签名会是，下午1点的活动，演唱完开始签名，对不对？我们签到商场都关门了，他9点关门，我们签到晚上快11点才签完。我们算过了，我们那一天总共实体的 CD 我们就签了12000多张，签到手都麻痹了。那时候有算过，就新加坡很夸张的是，每3户就一定会有1户有一张56的唱片。整个新加坡就是每3户就一定会有1户有56的唱片。这还不是最夸张的，孙协志说在菲律宾的时候，他们有一段奇遇记，就是警车帮他们开道，他们是用总统等级从机场直奔到签唱会现场。我记得那时候好夸张，我们都觉得好拍谁哦，就是一下，然后上面，然后前面有前后都有2台厢型车包着我们，在前面还有1台警车，最前面有一台警车的摩托车，然后开着那个呜，然后塞车的状态哦，他们就往前，然后你看到摩托车就开到前面去，把巴士什么全部往旁边赶。就比如说4线道，可是都塞满车了，但他就硬是从4线道中间再把他们往旁边挤，就为了让中间这样子让我们要去电视台，我们都觉得天哪，好就很不好意思啊。可是就很开心啦，就是说这都是人生很难得的体验。过去有很多的时候是我们一到当地的主办单位，让我们上车之后，我们的巴士都会有窗帘，因为会有粉丝包车跟着，那就是不要让粉丝一直看啊，我们在车上这样，还要让我们休息。可是我的习惯是我一定会拉开一点点缝，我会看粉丝，那他有拍到旁边，我跟他打招呼，但大多我在看风景，因为很简单的一个原理就是，我是一个很感性的人啊，就是说啊这样子的一个情境，我今天是来马来西亚表演的，我今天是来新加坡表演的，
哇，这样子的情景跟这个风景，不知道还有没有下一次。那是真的是只有巨星才会有这种待遇。你要想想看，虽然现在他们只剩下3个人在舞台上，但过去他们是有这样子的巅峰时期。我要重新收起对他们的看法，是不是要树立起劲？对呀，海外可以红成这样不简单的，因为在我印象当中，就是曾经会有这样待遇的，就是林志颖。哦，当时啊，他们这几个男生组成的时候，大家就会讲说，除了团名不吸引人，其实他们年纪算是偏大，偏长那时候。偏长啊。以偶像团体来说，我们常会讲说，以现在偶像团体，比如说什么。那几个小男生组成的 TFBOYS 啊，十几岁就出道了。他们那时候24岁，算老了。那个演艺圈就是这么现实嘛。你在年纪大肯定会跳不动了，要不然干嘛energy要给这样？也对。我常在说，一个团体它一定需要培训的时间，半年都还嫌少，至少都要1至2年。因为原因很简单，人跟人之间的相处，每天培训。3个月、5个月，你都还有可能会装，你会忍，但是半年过后，你是装不了、忍不了的，你的个性会全部暴露出来。那能不能合得来，能不能包容对方，会不会吵架，就非常明显。所以需要一段时间去让他们互动养成。所以团体相处确实非常难，很深的一门学问。看到现在，当然啦，小刀虽然因为后来中间受伤就是离开了嘛，大家所有的传言就是说王孝伟跟他们其他几个人不合，但不合也没关系啦，因为到后来就是虽然大家各奔东西，因为每个人有不同的志向嘛，但再一次合体的时候，其实他们还是激发起很多所谓的5、6迷他们的一些共同的兴趣。一起，永远不枯萎。我就知道会被你们耍，怎么可能？我不想不想看小刀 solo？ 17年前的我现在要收了。对啊。小刀，我跟你讲，你现在你这一刻你要好好记在脑子里，因为是你的人生巅峰了，有1万的人呼唤你 solo， 站在小巨蛋的舞台上，对。我一个人的 solo， 你知道我上次看到有一个人可以镇住全场是 Michael Jackson， 所以小刀，现在这个舞台是属于你的。你确定你能动那如果让我 solo， 我可不可以站在整个场的正中心？抱歉，不好意思，我站在你的位置，不好意思，你挡到巨星，对不起，的位置，不好意思，对不起，因为那边有点斜。抱歉，过来一点。好，那我跟你讲啊，兄弟一场，我们帮你唱，你好好跳，好，然后不要跌到后面就好，因为后面的机器很贵，对，那我们几个可爱的美眉工作人员很危险，对，好，你自己 Q 哦，你自己 Q 哦，加油了，好，无所谓，无所谓的是非，放开双手，任由你想象。到最面的余味，任由感觉盲目的高处，无所谓的是非，放开双手，任由你想象。到最边的余味，任由感觉盲目的到处去冒险。他跳对了。竟然跳对了！我跟你讲，不可能！最神奇的事情就是我们其实所有的彩排什么，他没有对过任何一次。小刀，你竟然跳对了耶！而且你刚刚的舞蹈是，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办得到的，动作全对，但是都没有卡在拍子上，可是全跳完了。对，你全部都很整齐的慢了0.3拍。那你讲到这个，其实王孝伟他在前一阵子这个小明星大跟班当中，他已经跟大家讲了，他自己本人澄清，说外界为什么常常说他们不合，或是就是指说最大的祸首就是王孝伟嘛，对不对？王孝伟他跟大家讲，他只是习惯一个人，但他们私底下是会有联络的，对，只是在平常来讲，他
就比较喜欢一个人。好啦，我觉得这个也没有什么好去责怪对方。可是如果说就我是5、6迷来讲的话，我当然会希望说看到一个完整的5、6合体嘛，对不对？因为你看，像之前他们也办了2、3次的演唱会了，但是都很可惜，都是独缺王少伟。但是你知道吗？他们那2、3次演唱会实在是不得了，光是小巨蛋他们的票是秒杀耶。所以我觉得5、6迷到现在就还是非常铁。你心目当中他们的神曲有哪几首？其实我除了我难过之外，我真的比较喜欢那个无所谓。对，但他们还要这样跳那个，这是奇遇舞的。你没有看，他们真的这样跳啦，真的无所谓。就这样是非，无所谓的是非。放开双手，任由你要尾奏喽，要尾奏喽，加油哦！让余味配合我，任由感觉盲目的到处去冒险。加油，小刀，快结束了，撑住，撑住！哇塞！只要唱到5、6歌，其实我们都会很欢乐嘛。然后就像孙协志，他到现在为止他都不能理解，就是我难过明明就是一首难过的歌，然后这歌词写得很悲伤，但每次大家唱出来都很欢乐。为什么会这样子啊？就是合唱嘛，大家就喜欢一起合唱。但我觉得有一部分，就是5、6解散之后啊，我的感觉是他其实有一度往下滑的嘛，因为毕竟解散的团体嘛。但我觉得他会再起来，到现在为止，我觉得我的感觉是要感谢广大的网友们在网络上面不断的操作这个议题。你知道5、6不能亡这一句 slogan 啊，原本是酸他们的。对。这 PTT 上是酸他们，结果现在变成是一个5、6不能亡，就是一个口号。对啊，所以我就觉得他们一部分，我觉得也是要感谢网友，对，真的是蛮厉害的，真的，对不对？来，让我们再一首无所谓。无所谓。好了，这位汉老师干杯，我们下次见啦，拜拜。我难过的是我放弃我爱的，我难过的是忘了你忘了，我难过的是我忘。好，来开始。无所谓的是非，放开双手，任由你想象到嘴边的余味，任由感觉盲目的到处去冒险。请问一下，你唱的真准吗？准。想看最新影剧话题，打开 YouTube 搜寻中天娱乐频道，按赞、订阅、加分享，还要开启小铃铛，精彩新闻不漏接。